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哥。一直以来，我都相信，只要有1万个中国人愿意站出来反抗，就能够激发中共内部的健康势力进行改革，最终实现中华民国的第3次光荣革命。不过，身边有些朋友对这个观点持怀疑的态度，觉得1万人就想推翻中共的暴政，实在是太天真了。那香港不就早就推翻几百次了吗？他们认为现在的沦陷区虽然经济下行，大家都在躺平，毕竟连好好活着都很困难了，但又还没到官逼民反的地步，所以民间的反抗势力依然是零散跟碎片化的，根本没办法动摇中共的统治。但是俗话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满清的覆灭，给我们带来的教训跟启示，其实非常深刻。甚至直到今天，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治变革，还都是有借鉴的意义。虽然也有人表示，现在也还没脱离封建王朝。但不论如何，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满清为什么会灭亡，而从中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先从签订辛丑合约以后，满清终于开始改革了说起。传统的观念认为，满清王朝的灭亡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官员的腐败、政府的无能以及对人民的过度剥削，让民众生活困苦，最终官逼民反。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真实的历史应该是辛亥革命爆发了以后，西方各国对满清政府的态度其实是支持的。而且辛亥革命并不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计划的武装起义，而是一群新军的官兵为了反对满族统治、追求共和理想而仓促发动的暴动。这跟老百姓因为生活困难而发起的农民起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满清灭亡的关键，我们还是比较偏向是因为经济改革跟政治改革之间没有同步推行。随着1901年辛丑合约的签订，以及俄国占领中国东北11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之类的重大事件，满清的统治基础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动摇。于是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的路上，就做出了2个重要决定。一是改变对洋人的敌视态度，开始改善跟外国的关系；二是发出罪己诏，宣布实行变法，积极推行新政。慈禧太后回到了北京以后，经常接见外国大使，并宴请大使的夫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她总是会先征求外国大使的意见，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说的。对于西方列强来说，义和团运动以后，他们意识到瓜分跟灭亡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一定会遇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因此对满清的立场逐步转向扶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西方国家能更有效地控制中国的政治跟经济，同时也减轻了满清政府的外部压力，让中国的社会危机有所减缓。满清政府为了偿还马关条约以及辛丑合约的巨额赔款，透过谈判让各国同意提高中国海关的进出口税率。这样一来，赔款的大部分就由纳税的外国企业来承担了。另外，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把赔款的一部分返还给了中国，用来兴办学校、医院跟慈善事业，以及资助中国的学生去外国留学，感觉确实挺不错的。这些都是满清政府改善了跟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后得到的实惠。在推行新政方面，慈禧开始恢复戊戌变法时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像是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裁减多余的衙门、设立商务部、奖励民间工商业、开办铁路跟矿物之类的。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最重要的标志是颁布公司律等一系列经济法律，保障了社会的经济自由以及人民的私有财产权。这标示着中国经济开始走向了法治化。例如公司律的第2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向商务部注册，这意味着中国人办公司只要登记就可以了，不再需要其他的手续。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则把财产的所有权
从家庭或家族转变成了个人所有，这意味着个人财产权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这些改革为满清王朝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中国新设工矿企业490家，其中82%是民间投资的企业。改变了官方垄断经济的局面，开创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格局。民间商人开始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投资铁路、矿产、金融等领域，甚至创办农垦公司。这标示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在中国的诞生。在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满清政府也开始进行政治改革。1905年，满清政府派遣5位大臣出使西洋，考察美、英、法、德、俄等国的政治制度，为政治改革提供参考。经过考察，5大臣认为，君主立宪制度是拯救中国以及满清皇族的唯一措施，希望朝廷能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推行君主立宪制。1906年，慈禧太后根据5大臣的建议，下诏准备立宪，并在中央成立资政院，在地方成立咨议局。这些机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大转型，民主宪政的政治文化生态开始萌芽。然而，这一切的政治改革却在现实里面成为满清政府画的一张大饼，人民看得到，吃不到。慈禧太后名义上宣称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立宪的诚意。她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里面，明确规定皇帝拥有颁布法律、召集跟解散议会、统帅军队、宣布戒严跟发布命令之类的权利。同时，法律虽然经过议院决议，但没有经过皇帝的核准，就不能够施行。国家政务也由皇帝亲自裁决，议院根本没办法干预。人民的义务只有纳税、当兵跟遵守法律，却没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跟结社等自由，更不要提选举等公民权利了。显然，慈禧太后心里还是想要强化皇权，并不打算赋予公民权利。这样的政治改革，最终导致了在短短的3年以后，满清王朝的覆灭。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第2天，慈禧太后也过世了。不足3岁的溥仪继位，成为末代宣统皇帝。他的生父载沣担任摄政王，但是沣哥不是一位开明的王爷，他没有在全国人民的期盼下修正慈禧太后的政策，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加快君主立宪的脚步，反而用各种理由来拖延改革的进程。由于政治改革明显慢于经济改革，于是社会上潜伏的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被进一步的激化。满清入关了以后，虽然努力拉拢汉族官员，但其实骨子里面还是把汉人当成奴才来看待。在鸦片战争以前，满清的统治者主要依靠思想控制跟暴力镇压来维持对汉人的压迫。我应该是没有说错时代吧。然而，随着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外的危机加剧，满人的统治能力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社会上普遍认为，仿效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让汉人来管理国家，能够保持满人名义上的君主地位。但是，慈禧太后跟载沣都不愿意让出政权，迟迟不愿意真正施行君主立宪的改革。而汉族的中上层政治人物迫切希望参与国家的最高权力，改变国家落后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满汉之间的矛盾终于被激化。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以后，立刻展开了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的请愿活动。在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组织下，来自江苏、浙江、湖南等16省的议会代表聚集在上海，决定前往北京请愿。1910年10月，他们抵达了北京，向朝廷递交请愿书，但摄政王载沣以国民之事不齐，也就是人民没有文化，无法享受民主为理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随后，各省代表在北京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第2次上书请愿，参加的团体达到了10个，人数超过了30万人，声势只能说是空前。但载沣还是用财政困难作为借口，再次拒绝了他们。到了10月，国会请愿同志会进行第3次请愿，
要求在1911年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载沣面对这样的情况，宣布会在1913年召开国会，但是各省代表不满意这样的答复，还是继续请愿。载沣下令使用武力，把东三省代表押解回原籍，并把一些请愿代表发配到了边疆，导致请愿活动失败。怎么好像类似的事情在不久的未来也会发生？Boom, bam, bop, bada bop, boom, pow。面对汹涌的民意，载沣不得不在1911年5月裁掉了军机处，组建内阁。可是瑞凡这个内阁的成员几乎全部都是满清的皇族，13位阁员里面有9位是满族，掌握着总理、财政、军队跟人事等重要职位。汉人就只有4人，而且还掌握不重要的职位，也就是你们教科书上学到的清廷主要的败因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引发了全国哗然，立宪派对清廷政府的理想破灭，转向了彻底失望。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汉族政治人物以及工商界的名人开始发生根本转变，从反对革命转向支持或同情革命。因此，武昌起义发生了以后，湖南、广东等10多省的汉族军政首脑跟各界名人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满清政府，抛弃满清政权，让满清政府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清帝被迫退位，辛亥革命的发生也是满汉矛盾激化的结果。而这一次革命是一些新军官兵发动的，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满清政府呢？根本上是因为这些具有共和思想的汉族新军对满人的专制统治感到极度不满，这是汉族军人对满族政权厌恶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满清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八旗军跟绿营兵，这些军队的指挥权完全掌握在满清皇族手里，实际上是满清皇族的私人军队，并不是国家的军队。随着八旗子弟在入关以后享有特权而逐渐腐化，战斗力基本归零了。在对抗太平军的时候一败涂地，满清政府不得不让地方豪绅组织团练跟太平军作战。于是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但是你知道的，上位者总是多了个心眼。满清的统治者对汉人军队的崛起也是充满猜忌，曾国藩不得不解散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也在甲午战争里面惨败。这场对日本的战争让满清政府意识到，必须建立一支拥有西式装备跟训练的军队。1905年，袁世凯编练了北洋六镇新军，但是作为汉人的袁世凯很快就被满族皇室视为威胁了。1907年，皇室免去了元歌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削去了他的兵权。光绪帝跟慈禧去世了以后，摄政王载沣不但没有加快军队国家化的步伐，反而想回到建立满清皇族私家军队的老路。他成立了禁卫军，派满族大臣接管北洋各镇，任命大量的满族子弟担任新军里面的中高级将领，排挤汉族的军官，激化了汉族官兵以及满族将领之间的矛盾，让很多原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受到同盟会影响的中下级汉族军官对未来是失去了希望，越来越倾向革命。在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革命军的力量其实很弱，满清政府完全可以动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来镇压，但新上任的满族陆军大臣根本指挥不了北洋军，清廷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但这时的袁世凯对清廷的忠心已经大不如前了，毕竟在皇权之下，要生要死也是分分钟的事。不论你如何位高权重，那也都是没什么保障的。他没有成为挽救满清的第二个忠心汉臣曾国藩，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最终也玩弄了两面手法，成功迫使年幼的清帝退位。除了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因为不成功的政治改革而把知识分子逼成了掘墓人，这也是满清覆灭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群王朝的掘墓人。慈禧太后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在1906年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对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透过努力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来走上仕途的传统路径已经被堵死了。
这对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或许有人会认为废除科举应该算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这样做导致知识分子离心离德，似乎反而证明了进行政治改革才是导致王朝崩溃的原因。但是如果满清政府当时能够加快政治改革，建立民主选举制度的话，在废除八股取士的同时，保留文官的考试制度，给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提供政治上的前途，让他们能够平等的参加竞争，那这些人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而不会成为革命的力量。如果当时已经建立了民主宪政的体制，那慈禧太后废除科举的决定也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经过国会民意代表的充分讨论，他的错误决定就不会那么容易施行。由于政治改革的延后，专制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衡，慈禧的错误决定得以实施。满清政府跟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科举考试从隋唐开始就是选拔官吏的制度，让大量的民间知识分子可以透过考试进入国家的各级机构。知识分子把皇帝的命令传达到社会的最基层，将零散的小农经济连接成一个紧密的大一统社会。因此，科举制度成为皇帝连接社会底层人民的重要纽带，是封建社会稳定的基石。也不可否认的，科举考试也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封建王朝，科举考试有着比较公正的游戏规则，只要有知识，任何人都可以透过考试加入政权组织，参与对国家的治理。因此，西方国家甚至把科举制度称为中国的第5大发明，并借鉴这个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因此，在没有建立更好的官吏选拔制度之前，科举制度不应该轻易的废除。然而，慈禧太后在废除科举的同时，却没有给知识分子开辟一条新的晋升通道。1902年，朝廷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还规定了新式学堂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的安排。大学堂预备速成，2科学生卒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当时新式的学堂数量不多，学生也不多，所以这种政治待遇还可以勉强实行。但是到了1906年，废除了科举以后，数以百万计的新式学堂学生，他们的出路该怎么解决呢？而且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毕业，由于名额有限的关系，政府没办法满足他们进入仕途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对政府的不满可想而知。而且由于名额有限，没办法公开公平的分配有限的资源，导致了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任人唯亲之类的腐败现象，只能说是层出不穷。这些官场的腐败进一步加深了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失望。在仕途受阻的情况下，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选择了出国留学，受到了海外同盟会的影响，许多人从日本军校毕业以后回国参加新军，成为中下级的军官。还有很多没有能力出国的知识分子，或投笔从戎参加新军寻找出路，或加入革命党，希望透过革命来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对满清政府充满怨恨，很容易接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想。武昌起义正是由这些人发起的。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最终为自己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敌人，他们成为了满清王朝的掘墓人。在民族矛盾加剧、失去知识分子支持的情况下，1911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这是满清政府侵犯民间私有财产、政令朝令夕改的直接结果。保路运动引发了辛亥革命，成为压垮末世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满清侵犯了民间的私有财产，特别体现在他们自相矛盾的政策上，尤其是铁路收归国有的事件。1901年，慈禧太后宣布了新政，鼓励民间私人入股修建铁路。到了1903年，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明确规定铁路建设以民族资本为主，地方政府无权干预，只有保护的责任。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之下，到了1911年，全国已经有17家民营的铁路股份公司，
如果民间公司管理不好的话，国家完全可以自己成立铁路公司，让国有跟民营同时经营，这样在竞争里面就会逐步规范起来，淘汰不适应的民间公司。但满清政府却在1911年5月以商办铁路延宕已久为借口，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直接把民间铁路公司收归国有，却没有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这就像是强行没收，让无数的民间投资者遭受到重大财产损失。虽然在不久的未来，这件事情好像又再出现了。这样的政策不仅违反了政府自己制定的铁路简明章程，还直接引发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份的保路运动。尤其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因为有会党的参加而最为激烈。清军甚至对聚集在四川的总督府门前请愿的群众开枪，造成了成都血案。和平请愿被血腥镇压以后，四川开始爆发民众自发的武装包围成都官府的事件。朝廷调动驻守湖北的新军镇压，结果造成湖北防务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那如果当时能够及时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实行民选政府、三权分立跟权力制衡，那任何的政策都必须经过国会的审议跟批准。这样一来，铁路收归国有，却不对民间投资人进行合理补偿的糊涂政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国会的批准。而且保路运动发生以后，满清政府下令进行武力镇压，这样的决定在民主宪政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会发生。正因为政治改革停滞以后，专制的权力没有约制，矛盾无法被有效解决，长期累积起来，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崩溃、王朝的灭亡。从世界的发展史看来，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国家实行君主立宪的，通常会比较成功，像是英国跟日本；而那些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像是法国跟俄罗斯，则是不太成功。如果当时满清政府坚定推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及时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满清皇族的贵族血统也能够得到保存。中国可能会沿着现代文明的道路发展。不幸的是，满清王朝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改革却没跟上脚步，最终引发了辛亥革命。虽然清帝选择主动退位，但中国人不想再为自己找一个皇帝了，君主立宪的道路也随之堵死。当时的人们没有选择美国的总统制，而是选择了责任内阁制。结果在内阁制下面的总统权力变得极为有限，所以袁世凯才会试图恢复君主制，想要重建皇帝的权威。但这个洪宪皇帝因为没有合法性，人民也不认可他，外交上也不被主要国家接受，最终元哥只当了83天的皇帝，就在全国民众的唾弃下垮台。此后，中国陷入了几十年的分裂跟军阀混战，最终共产主义的幽灵入侵，让14亿的中华儿女沦为了马列的奴隶，至今都还受尽共产制度的压迫跟剥削。满清的灭亡带给当代中国的启示是深远的。如果一个专制政权只想搞经济发展，而不愿意进行政治改革，或是进行半吊子的政治改革，不给民众真正的政治权利，那最终还是会走上灭亡的老路。经济改革带来社会的变迁，让民众产生更高的政治诉求。当这些诉求被压制的时候，就可能会走向激进的变革，甚至是革命。独裁政权的权力垄断终究无法持续，政权的崩溃也就成了必然。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满清的灭亡不是因为外国的侵略，而是没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政治改革停滞所导致的。今天的中共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但是政治改革还停留在原地。如果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那么满清的历史很可能会在共产中国重现。所以阿牛哥才会一再提到，只要有1万个中国人愿意站出来反抗，就能够激发中共内部的健康势力，让他们进行改革。这个观点其实就源自于让满清垮台的辛亥革命。当年武昌起义的参与者并不多，但是由于满清政权已经失去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各个省份很快的就响应了，最终导致了清朝覆灭。
所以一个专制政权的存亡，并不取决有多少人愿意反抗，而是取决于它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还有社会的支持。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它总是惊人的相似。辛亥革命虽然用了很短的时间，只流了很少的血，就推翻了满清的统治，但是随着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背叛了中华民国，让中国再次陷入了军阀割据跟动乱的深渊。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光复民国，再造共和。光复民国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华民国这4个字不是只是代表一个政权而已，而是代表着全世界的华人面对一个崭新时代的盼望。它不只是上个世代人们的追求，还是在自由民主的同时流淌着尧舜禹汤的文化道统衍流。从政治体制上看，中华民国是一个以人民作为主权的国家，有别于过去家天下的帝制中国。如果单以制度史来看，中华民国承载着西方民主继承累积的丰富经验，以民有、民治、民享作为建国想望，同时又结合着20世纪初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用时空背景塑造的在地性理念，同时又以民族、民权、民生作为核心阐扬目标。然而，什么是民国之本呢？纵观民初，国会议员跟学界名流，他们都推崇《尚书大传》，描述的寻访贤哲、上岸天下的上古政治理想。而民国的建立，无非是中华天道复古的再现。过去是帝君禅让，如今是总统改选。虽然环境已经不同了，但根本跟精神却紧紧系着5000年的道脉。这不仅只是政治制度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的重塑。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的定位，强调法治、民主跟人权的重要性，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在民主跟法治基础上的共和体制，才能够让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我们之所以现在仍然在奋斗，就是希望在中国建立起健全的选举制度，确保选举的公正跟透明，强化立法机构的权力，确保政府行为受制于法律，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每位公民的基本权益，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公民的素质跟参与意识。这就是光复民国、再造共和的意义所在。国民革命的政治之时，虽千磨百折，但绝不终止。好了，那今天的故事我们先说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欢迎帮我们按下订阅并分享出去。如果有能力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按下超级感谢啊。另外，我们第1群已经开放了，欢迎大家一起进来聊天就是了。我是学习笔记，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